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号下午在出席14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新兴领域战略能力是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重要组成部分，关系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关系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主动，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要强化使命担当，深化改革创新，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习近平认真听取6位代表的发言，不时与他们互动交流。在6位代表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重点围绕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提出要求。他提出要乘势而上，把握新兴领域发展特点规律，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习近平强调，要突出发展重点，抓好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有关战略和规划落实，要统筹海上军事斗争准备、海洋权益维护和海洋经济发展，提升经略海洋能力。要优化航天布局，推进我国航天体系建设，要构建网络空间防御体系，提高维护国家网络安全能力。要加强智能科技重大项目统筹实施，加大先进成果应用力度。习近平指出，新兴领域发展从根本上说源于科技的创新和应用，要以加快新质战斗力供给为牵引，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健全先进技术敏捷响应、快速转化机制，构建同新兴领域发展相适应的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要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充分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中央军委委员刘振立、张生民参加会议。外交主题记者会是每年全国两会热度最高、最受关注的记者会之一，以记者多、时间长、回答问题多著称。7号上午10时，14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在梅地亚中心新闻发布厅举行外交主题记者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约90分钟的时间里，回答了中外记者21个涉及中国外交、大国关系以及区域热点问题，信息量极大，亮点纷呈，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开场白中，王毅简洁明了地对国际形势作出总结，强调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站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20大报告中指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中国将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深圳卫视注意到，整场记者会持续约1个半小时，王毅回应了21个热点问题。迄今为止，王毅共参加了10场全国两会期间的外交主题记者会，深圳卫视记者也在现场报道多届。而纵观今年的记者会，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历年来的外交主题记者会，中美关系都是绕不开的话题。今年由彭博社率先就中美关系发问。王毅指出，去年11月，中美元首在旧金山举行历史性会晤，双方就推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重回健康发展轨道达成了共识，明确了方向。但中美间仍存在问题，美方的对华错误认知仍在延续，所做的承诺并没有真正兑现。王毅提到，美国打压中国的手段不断花样翻新，单边制裁的清单不断延长，欲加之罪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他对美方发出4连问：美国如果总是说一套做一套，大国的信誉何在？美国如果一听到中国这2个字就紧张焦虑，大国的自信何在？美国如果
只让自己保持繁荣，不允许别国正当发展，国际公理何在？美国如果执意垄断价值链的高端，只让中国停留在低端，公平竞争何在？王毅指出，美国面对的挑战在自身，而不在中国。如果一门心思打压中国，最终必将害了自己。我们相信，双方完全可以找出一条两个不同大国在这个世界上的正确相处之道。A big issue for us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two strongest economies on earth. And he faces all these questions. Obviously, the very important thing is these are two nations that have to find a way to work together, have to have mutual respect, and have to find common ground. And so it was good to hear that. 大国关系是每年外交主题记者会的必答题。王毅高度评价中俄关系。近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记者也是首个提问的外媒记者。王毅表示，中俄双方打造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冷战旧时代的大国关系新范式，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上，坚持永久睦邻友好，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中俄关系顺应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促进大国良性互动、推动新兴大国合作，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有俄罗斯记者表示，他已经连续8年参加中国全国两会的报道，驻华期间见证了中俄打造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我非常高兴，但是我认为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东西。我们的首脑的元首的关系和这些领导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人民的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好的，我们的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高。谈到中欧关系时，王毅使用红绿灯形象比喻，指出中欧关系存在的症结。我记得几年前一份欧盟的政策文件，给中国同时贴上了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3种标签。但是事实证明啊，这种3重定位并不符合事实，也不可行，反而给中欧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不必要的干扰和阻碍。就好比一辆汽车开到了十字路口，红灯、绿灯、黄灯同时亮起来了，那这车还怎么开呢？王毅说，中欧并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也没有地缘战略矛盾，双方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他表示，中欧关系的正确定位应当是伙伴，主流基调应当是合作，关键价值应当是自主，发展前景应当是共赢。希望中欧关系能一路绿灯，畅通无阻。王毅还在记者会上公布重磅消息，他提到，从3月14号起，中方将进一步对瑞士、爱尔兰、匈牙利、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6国实行免签政策，并表示希望更多国家也给予中国公民签证便利，让中国公民说走就走，让外国朋友宾至如归。深圳卫视注意到，消息公布后，有国内旅行平台相关国家出入境机票搜索量快速上涨，较前日同一时段增长近4倍。此前，中国已于去年12月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6个国家使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入境免签政策。截至1月9号，这6个国家免签入境人员达到14.7万人次。打造人员往来的快捷网络，推动国际客运航班加快恢复，持续扩容中国免签的朋友圈，同更多国家达成形式多样的、多年、多次的签证安排。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告诉深圳卫视，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推行此类免签政策很有必要。在现在今天这样的国际环境很恶劣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更需要这个单边开放。那么这个也就是我觉得中国的单边开放，它不仅仅是对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国际公平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也是一个平台。我们也应当看到，我们在单边开放已经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那就是
切正嘛。此外，对于外界担忧中国营商环境甚至唱衰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声音，王毅表示，唱衰中国必将反噬自身，误判中国就将错失机遇。大家都知道啊，去年中国经济以5.2%的增速，贡献了全球1/3的增长。中国发动机仍然强劲，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西方这唱衰中国经济，但是那么美西方针对中国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我是觉得中国它体现出它的那个 resilience， 就是它的韧性了，对吧？稳住了，这一点就了不起了。但当然不仅稳住了，我们还取得了5.2的增长，这是了不起的。在外交主题记者会上，王毅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再次阐明中方的严正立场，并给台独分裂势力和纵容支持台独的外部势力画出了明确的红线。而在南海话题上，王毅更奉劝某些域外国家不要挑是生非，不要成为南海的搅局者和肇事方。有记者提问指，台湾地区选举结束后，外界担忧台海紧张局势会进一步升级，并将冲击区域和平与稳定。对此，王毅首先阐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容置疑，也不容改变。台湾地区选举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选举，选举结果丝毫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也改变不了台湾必将回归祖国的历史大势。选举结束之后，我们看到1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充分说明，一个中国原则已经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王毅再次对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和纵容支持台独的外部势力发出警告：如果现在还有人纵容支持台独，那就是挑战中国的主权。如果个别国家执意与台湾地区保持官方关系，那就是干涉中国的内政。我相信大家迟早会看到一张国际社会遵守一中原则的全家福的照片，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王毅强调，我们的政策很清晰，就是继续以最大诚意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我们的底线也很清楚，那就是绝不允许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台湾岛内谁想搞台独，必将遭到历史的清算；国际上谁要纵容支持台独，必将引火烧身，自食苦果。海峡两岸骨肉相连，民族根脉不可分离。所有炎黄子孙，所有龙的传人，都应当秉持民族大义，共同反对台独，支持和平统一。随着中国，我们叫民族伟大复兴嘛，就越来越强，越来越盛。那么，国家在实现最终统一上边的进程、自信和实际的步伐，以及最后我们的全家福换来各国的承认、认可，乃至于赞同，这个其实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自信之所在。那当然也体现在我们的外交上。在谈及南海问题时，王毅表示，中国人民在南海世代生活劳作，南海诸岛早已是中国政府依法管辖的领土。今天的南海又是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几十年来，全球50%的商船，1/3的海上贸易航经于此，从未受到任何干扰阻碍。环顾动荡的世界，南海能保持和平稳定，离不开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做出的努力，殊为不易，弥足珍惜。对蓄意侵权，我们将依法正当维权；对无理挑衅，我们将及时据理反制。我们也奉劝某些域外国家，不要挑是生非、选边站队，不要成为南海的搅局者，或者是肇事方。我们自己有什么分歧，有什么我们自己来共同处理，就是在南海诸岛上有相关国，而不能被域外的其他国家势力力量去利用、去操纵、去把它搅和。甚至本来没事被他搅和成事，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看得很清楚。
好，外交主题记者会上，王毅还回应了巴以局势、俄乌冲突等国际热点问题。在阐释平等的多极化时，王毅强调，不能再允许以所谓实力地位把国家分成369等，不能再允许谁的拳头大就谁说了算。那么这场记者会也有轻松的一刻，王毅在记者会结束时展现幽默一面，与外国记者就科目3话题进行了有趣互动。新一轮巴以冲突已经持续5个月，造成10万平民伤亡。对此，王毅表示，任何理由都不能再为冲突延续辩解，任何借口都不能再为平民被杀戮开脱。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恢复和平奔走，为挽救生命努力，为匡扶正义担当。生命没有贵贱之别，不能以种族、宗教划分。21世纪的今天，这场人道灾难竟然无法被制止，这是人类的悲剧，更是文明的耻辱。俄乌冲突已进入第3个年头，王毅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坚持劝和促谈。他还谈到，前不久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一个强烈的感受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乌克兰危机可能带来多输后果。外界注意到，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于3月2号起访问俄罗斯、欧盟总部、波兰、乌克兰、德国和法国，就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开展第2轮穿梭外交。近年来，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螺旋升温。韩国 KBS 电视台记者就此提问，王毅表示，半岛问题延宕多年，病根是清楚的，就是冷战残余犹存，始终没有建立起和平机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药方也是现成的，就是中方提出的双轨并进思路和分阶段同步走原则。世界已经够乱了，半岛不应该再次生战生乱。谁要借半岛问题开冷战对抗的倒车，就要承担历史责任。谁要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国际热点冲突难退烧，严重阻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尤其冲突外溢效应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民生困难。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支持。就此，王毅进一步阐释并强调了4个不能。平等的多极化呢，就是要体现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不能再允许个别或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不能再允许以所谓实力地位把国家分成369等，不能再允许谁的拳头大谁就说了算，更不能允许有的国家必须在餐桌上，有的国家只能在菜单里。要确保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能在多极化的进程中平等参与，享受权利，发挥作用。2月17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慕安会期间再次贩卖美方所谓餐桌菜单论，声称在国际体系中，如果你不在餐桌上，就可能会在菜单上。餐桌菜单论充斥着丛林法则和霸权思维，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深圳卫视注意到，今天的记者会的最后一个问题由中阿卫视记者方浩明提出。他虽然是一位00后记者，但已经在中国生活了13年，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请问王外长，您认为新时代中国故事的亮点和重点是什么？讲好中国故事有何重要意义？外国记者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谢谢。你是跳科目3的小伙子吧？我在短视频看到过你。还要继续跳吗？你这个问题问的还是很好的，我觉得作为最后一个问题也是非常恰如其分的。今年2月2号晚，外交部与北京市政府举办2024年外国驻华记者新年招待会。在招待会现场，方浩明参与表演了节目科目3。表演结束后，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与方浩明握手，表扬他跳得很好。
随后，相关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方浩明也获得众多网友点赞。我也注意到这些年有越来越多的洋网红，因为分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受到各国网友的喜爱。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一起来讲述活力满满、热气腾腾的中国故事，讲述中国同各国人民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其实每年全国两会的外交主题记者会都备受关注，那么今年的现场座位更是增加到300多个，依然座无虚席。深圳卫视驻京记者李长春也在现场聆听，来看看他会后从现场发回的观察。1个半小时，一段开场白，21道问答，妙语连珠。王毅外长再次用他极具风格与风度的中国话语，献上了他的第10次全国两会外长记者会。谈到当前国际秩序与多极化趋势时，王毅使用了4个不能允许的排比，尤其是那一句“更不能允许有的国家必须在餐桌上，有的国家只能在菜单里”，引发了媒体同行们在现场的会心一笑。这是一句极具指向性的表态。今天的这场外交主题记者会的另一个观察点呢，便是哪些媒体记者获得了宝贵的提问机会。那我留意到今天的21个问题里面有10个来自国外的媒体，其中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是第一个提问的外媒，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俄两国关系的热络程度。彭博社则是第2个提问的外媒。这家长期关注财经市场的美国媒体十分关心旧金山会晤之后的中美经贸摩擦与产业竞争，传递了美国投资者的焦虑情绪。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今天提问的埃及媒体记者曾多次前往加沙地带进行现场报道。提问台海问题的联合早报记者则是长期驻京的专栏主笔。提问全球南方力量与中国角色的古巴拉美通讯社记者去年在现场报道了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他们当中的不少人也都是我在外交部蓝厅经常碰面的参会记者。他们提出的问题不仅是舆论关切，更代表了他们各自国家民众对中国外交的某种期待。今年全国人大会议举行外交主题记者会，王毅回答中外记者提问。那您对这场记者会有何特别观察呢？好的，主持人，这呢可以说是进入到两会时间以来全球媒体舆论关注度最高的一场主题记者会。当王毅开口谈大国外交，全世界呢都会用心聆听。美国 CNBC 电视台今天呢就特别指出，今天这场记者会它的特殊之处还在于，王毅在外长身份之外，同时呢担任着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外事委办公室主任。那么他是作为中国最高阶的外交官来面对中外记者的。中国将会坚定做这个世界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也因此，我对记者会的这样一个表述尤其印象深刻。王毅今天谈到上月参加慕安会对欧洲方面担心所谓多输结局的一个观察，而在阐释中方推进平等的多极化主张时，王毅就特别告诫，不能够再允许以所谓的实力地位把国家分成3、6、9等，不能再允许谁的拳头大谁就说了算，更不能允许有的国家必须在餐桌上，有的国家就只能在菜单里。所谓不上餐桌就上菜单的奇葩论调，这背后就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丛林逻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月也出席了慕安会，他呢就是公然拿这套话来威胁欧洲。所以啊，王毅是在不点名的在回应布林肯。中美外长的这样一种隔空的交锋，正是中美两种世界观与外交观的碰撞与交锋。今天王毅就中美关系的回答也是外媒关注的一个焦点。那您对此有何分析？今天呢，就中美关系现状和趋势提问的是美国彭博社的记者。那这家美国财经媒体昨天啊，就曾经在网站的显要位置刊发分析，讨论中国今年5%左右的增长目标，乃至今年两会对美中关系的影响和意涵。彭博社就称，时逢美国大选年，中美关系可能在今年承压趋紧。那么这一个问题呢，可以说尤其紧迫。我昨天啊，就曾经在节目中评论，对此追问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中国外长本人。必须要指出，王毅今天的措辞很严厉，话讲得很重。那么这番重话也代表了中国外交决策层对中美关系真实现状的客观的评估。应该说，中方是相当不满意的。王毅今天并不讳言，
旧金山会晤以来，中美关系改善确实是取得了一些个进展，但是呢，他接下来话锋一转，而他不得不指出的内容，也正是中方把脉分析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当下的问题和挑战所在。美方延续对华错误认知，没有真正兑现对华承诺，说一套做一套，对华打压手段花样翻新，制裁清单不断延长，欲加之罪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王毅一口气向美方抛出了4个犀利的追问：大国信誉何在？大国自信何在？国际公理何在？公平竞争何在？那么如果说美方刻意把所谓的丛林逻辑、霸权做派，乃至以小院高墙执意来垄断价值链高端的贸易和技术霸凌行径，持续强加给中方，那必然也会遭到中方的坚决反制与有力回击。我注意到，对王毅这一番重话，美西方主流媒体是充分捕捉 get 到信息要点的。今天路透社发自北京的电稿说，中国外长指出美国对华认知错误。美国 CNBC 电视台就称，中方指责美方应该为双边关系紧张担责。那就我个人视线所及呢，今天美国 CNN 电视台的报道标题对王毅匪夷所思说的这个转述转译是最精准，也是最传神的。China slams unfathomable absurdities of U.S. trade control as it wraps up high-tech drive。在强化高科技努力之际，中方批评美国贸易控制蠢到匪夷所思。今天最后一个向王毅提问的中阿卫视记者火了，王毅一眼认出了他，还笑问他是不是那个跳科目3的小伙。那您对此怎么看呢？应该说今天外长记者会传播了又一个堪称是经典的中国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中国外长与这位服务于中阿卫视的00后外国记者，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方浩明。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方浩明最后他是就讲好中国故事来提问的。而王毅呢，他在回应时也特别谈到自己发现这些年有越来越多的洋网红因为分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受到各国网友的喜爱。现在看来中国外长也是掌握了一套造就洋网红的流量密码。因为呢，王毅和方浩明的这番互动加持，让这位00后的洋记者成了真正意义的洋网红。不仅是他在外国驻华记者新年招待会上的那段科目3的跳舞视频再度热传，那么他的职业经历和在华生活学习的故事，现在呢也被各种挖掘传播。方浩明说，被中国外长认出来了，他值了。而在我看来，发生在这个小伙身上的故事有各种独特的标签，似乎也只能够在当下的中国才会发生。所以这就是在真正全球化语境之下，正在中国发生上演的又一个精彩故事。那么他所见证的，也正是今天王毅在回答时他所着力强调的中国故事，也是中国和世界相互成就的故事。14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外交主题记者会7号举行，深圳卫视驻港记者专访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李成。李成曾长期担任著名美国智库机构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对大国关系，尤其是中国问题有着深入研究。那么来看看李成对这场外交主题记者会的解读。李成教授，今天的这个记者会，您整个的感受是什么？另外就是我们注意到王毅外长他有提到中国外交的一个风骨和这个风格，您怎么样来评价中国的外交？首先呢，这是我在几个星期内第2次听他演讲。上一次呢，我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当中，我就坐在他相隔1、2排的地方听他的演讲。所以呢，这次呢，当然他的受众呢是不一样的，但他表达的是同样的几点。我想讲也许用英文的3个 C 字来讲我的观感。第一个呢是非常 comprehensive， 就是非常全面，不仅讲到了中国的外交，实际上也讲到了中国的经济状况，中国的甚至中国的政治社会，它都有一定的覆盖。李成表示，可以用3个 C 打头的英文单词来形容王毅的这场记者会，分别是全面 comprehensive、自信 confidence和建设性 constructive。
王毅着重从这3个维度阐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有助国际社会读懂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李成认为，考虑各方面问题之前，都要考虑目前风高浪急的国际局势，大国角力的力道越发强烈，这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舆论场上的斗争远比外界想的复杂，值得警惕。他认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的多场记者会安排，直接回击舆论场上的涉华谬论，是很好的安排。现在很多人呢都批评中国经济是跟经济政策有关系，但实际上远远不是这样。我们知道，这包括西方的唱衰中国，包括西方的以前特朗普的就是所谓的贸易战。拜登那些脱钩断链都在起着作用，而且美国国会呢禁止跟中国的投资，或者是等等，再加上前段时间呢对台湾问题呢也是渲染过度，所以这些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包括世界整个的全球的减缓和结构上的一些变化，所以这不完全是一个政策性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一点呢必须要解释。今天王毅外长他在记者会上也专门提到了中美关系，他甚至有这个4问美国，觉得美国可能有一些方面对我们是就是不太有底线哈。那您觉得这个怎么样来解读外长对中美关系的阐述，以及美方现在这些措施是不是真的有作用呢？现在我们说保护主义、说产业政策，往往并不是说中国，而是说西方所领导的这个由于各种原因对中国的制裁对中国的脱钩断链所以呢，这就是王毅说的，你们没有自信，你们对中国的惧怕到这样一个程度。王毅在记者会上回应了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慕安会上关于餐桌和菜单的不恰当比喻。王毅强调，不能再允许以所谓实力地位把国家分成3、6、9等，不能再允许谁的拳头大谁就说了算，更不能允许有的国家必须在餐桌上，有的国家只能在菜单里。李成观察到，在这一点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主张有高度共鸣。当然这个所谓的餐桌，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谚语或者成语，它跟字面上解读和实际的内涵呢，可能有一定的出入。但是有一点是说对的，就是共同富裕呢是大家互利，而不是以自己的成功作为，或者是像现在又进入了一个 zero sum game， 就是零和游戏。值得注意的话呢，中国领导人一直在讲所谓的win-win 就双赢，而且呢，实际上慕尼黑最近举行的王毅参加的这慕尼黑的安全会议的，它的今年的主题呢叫 lose-lose， 就是双输。如果我们还是过度的沉浸于所谓的零和游戏我们都会双输。所以呢，中国的理念又一次得到了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国家的认同。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李成认为，2024选举结果表面上对民进党有利，但实际情况较为复杂。民进党从上一次的57%的选票到40%的选票，这说明了很多台湾的年轻人改变了他们的态度。而这个台湾的打巷战，我想台湾年轻人呢是不认同，尤其是美国人用台湾呢来作为骑马的筹码。来对抗中国的，他们是完全不认同的。李成认为，台湾地区青年一代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其中有积极现象，这显示大陆的战略定力正逐渐显现效果。年轻人的变化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到以后影响台湾的地区的选举等等，这是以后的事情。当然，也许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沟通，通过年轻人的交流，通过社会的沟通。王毅的演讲呢，也突出了这一点。这很重要，这应该是积极的信号，而不是消极的信号。进入全国两会时间，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蓝图、中国方案。直播港澳台推出特别策划“外眼看两会”，对话全球政界、商界和学界意见领袖，解码中国式现代化，聚焦新质生产力，探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对。本期对话，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The work repor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always the most important document that we can read to determine the way China's leadership is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So several things struck me. The economy is always important in these documents, but in this year, the economy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All the other issues are mentioned, of course, but we see a high stress on the economy.
Now, the approach to the economy is very much long-term. 作为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库恩认为，观察和研究中国发展路径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通读中国两会期间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在他看来，中国今年设定5%左右的经济增速目标非常务实，考虑到了去年较高的基数、外部环境等因素，并统筹兼顾了经济长期发展目标。Problems with domestic demand that many people say that the solution would be a big stimulus, but leadership does not do that. In fact, Premier Li Qiang said specifically that we have avoided doing a big stimulus or having any major short-term boost. And to me, that's a very encouraging sign. Now, they are doing specific targeted stimulus, for example, subsidizing the trade-in of old home appliances or cars in order to get new ones, and then targeted specific kinds of subsidies for new segments of the economy that is an important recognition they're looking long term. 库恩注意到，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被提出仅半年，就被写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而今年的报告对科技创新的琢磨比往年也更多。You know, I've followed China for 35 years. I think I see that every year. But this time, it has much more dominance and much more urgency. And one word, to me, was exemplary of the import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at word was disruptive. New technologies must be disruptive is a very strong concept because China, of course, in politics and in economics and in society, always likes stability. Now China is saying, we want disruption in technology because that's what it requires to really be state-of-the-art. To develop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most essential task is to make breakthrough on disruptive and frontier technologies. So do you have any suggestions on how to achieve it? Contributed right now around, I think it was 13% of the overall GDP of China is in this new area. Very high number. It used to be like 6 or 7%. It is already significant.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that can be done is to change the mindset of people who work in those area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here's recognition that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system must also change because seniority is no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brilliance and innovative ideas and new ways of doing things. And that's recognized in this report. The emphasis 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with new thinking behind it. 库恩同时提醒，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一定会受到来自国际上的压力，比如在新能源车和高端芯片制造领域，美国已经开始出手打压。他还认为，美国今年进入大选年，拜登政府可能为了选票而展示对华强硬。If Trump wins, it will be more volatile and uncertain. Might very easily have a radical increase in tariffs. Biden wouldn't do that. Biden has actually been tougher on China in a real sense because Trump alienated American allies. So they're less likely to join with America in a coordinated approach to China.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ontinues to be, certainly the most important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n the world. And it behooves whoever is in charge in the U.S., to figure out how to work with China in the best way. It is a challenge. It'll take, good diplomacy and wise leadership in order to prevent that from accidentally becoming anything worse than it currently is. As we are conducting the interview,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is holding press conference in Beijing. If you were one of the journalists, what kind of questions would you raise? One of the areas that I noticed in the work report was a strong interest on China to join the new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here are lots of issues that have to be met. I was impressed in the work report that China aggressively said that that's one of its objectives to join. And I take that seriously. So I would want to ask Wang Yi, as this is being negotiated, what are the steps that China should take
in order to facilitate.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于3月8号刊宪，并提交香港特区立法会审议，以全面落实香港基本法第23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及香港国安法所规定的限制责任，确保可早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香港特区政府已于今年1月30号至2月28号就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进行了公众咨询，期间收到98.6%的支持及提出正面意见，显示立法具强大民意基础。香港特区政府的新闻公报指出，现今地缘政治更复杂多变，国家安全风险无日无之，手法层出不穷，威胁可突如其来。特区政府必须堵塞国家安全的缺口，尽早完成立法工作。早日完成立法，国家安全受威胁的风险便少一日，让香港能够全力聚焦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维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当前始终力挺以色列的美国面临巨大舆论压力，这也让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有所松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报道，一名联合国外交官证实，美国修改了安理会有关加沙问题的决议草案中的措辞，并在当天分发给安理会各国代表。决议草案副本显示，美国一改以往态度，支持在加沙地带立即停火，但同时提出2个条件：停火时间为10月6周，且在各方一致通过后，哈马斯释放所有被扣押的人质。美国的态度实际上没有转变，美国是在玩一个文字游戏，因为美国跟国际社会的分歧主要是2点。第一点是国际社会要求立即停火、无条件停火。那么第2点，国际社会是要求持久全面的停火，也就是说彻底结束战争。那么这2点美国都不同意。那么这一次美国说了要求立即停火，表面上看起来它跟国际社会的第1个条件是一致的，但实际上它对立即停火设置了前提条件，就是哈马斯必须释放被扣押人员。同时呢，它反对全面持久的停火。所以他的措辞变了，他的基本立场没有任何的变化。好，消息马上来连线特派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在亚丁湾用导弹袭击了一艘散货船，并导致了3人死亡。那您认为这件事会不会导致美国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升级呢？其实，自从红海危机爆发以来，美英联军已经对胡塞武装至少发起过5次以上的空袭行动。然而，我们看到的结果却是，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船的行动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是变本加厉。至今为止，已经发动了45次以上的袭击行动。3月1号，已经有一艘满载数万吨化肥的英国货轮遭遇袭击沉没，并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灾难。现在又将矛头对准了美国公司所拥有的货轮，而且首次导致了3名船员的死亡。按照这样一种局势发展下去，红海的航运秩序将会彻底失控。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作为世界头号霸主的美国，为什么收拾不了中东地区一个力量并不算特别强大的地方武装？对此，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美国实际上并不是非不能也，而是不愿意作为，或者说是没有动力去作为。这背后的原因有3个，一个是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拜登不想因为打击胡塞武装而干扰了自己的选情；二是拜登是深谙小不忍则乱大谋之道的。对于拜登政府来说，支持乌克兰打败俄罗斯，以及按部就班地推进印太战略，才是他心目中真正的大棋。3是因为美国已经不再依赖中东的石油进口，也不再依赖红海航道，相反，更为依赖红海航道的是印度、中东、阿拉伯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也门胡塞武装时不时地骚扰一下红海商船，还有助于这些国家加深对美国的依赖，让他们认识到美军驻扎在中东的价值。说的不好听一些，拜登政府是在拥厚自重。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我认为在这起导致3人死亡的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美国仍然只是会象征性的空袭一下胡塞武装，而不会下决心消灭胡塞武装，更不会出动地面部队。
同样看穿了拜登政府心思的胡塞武装，也会将袭击红海商船行动进行到底，红海乱象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那对于美方修改了安理会有关加沙问题的决议草案中的措辞，支持在加沙地带立即停火，您又怎么看呢？因为自从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历次投票表决当中，美国都是无条件站在以色列一边的，心甘情愿地充当了以色列的挡箭牌。然而这一次，拜登政府终于准备绕过以色列单干了，在以色列并不同意的情况下，就提出了支持在加沙地带立即停火，而且拜登政府的这个动作还有借联合国安理会来压以色列的意味。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还破天荒地对以色列袭击无辜巴勒斯坦人的行为发出了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谴责。而在我看来，拜登政府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最近发生的加沙惨案让其承受了巨大的国际道义压力，更为关键的是，随着特朗普击败竞争对手黑利，成为共和党内的唯一候选人，拜登与特朗普的总统大位之争即将进入到白热化的状态。这场选举不仅事关拜登与民主党的政治前途，还事关俄乌战事的走向以及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存废问题。面对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局面，拜登显然是不想将自己、民主党、美国以及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跟以色列捆绑在一起，共同成人。